大家好，我是金介。这个视频我想介绍一下用财务管理项目里边的 contingency。这是一些声明。contingency在 PMP 的考试里边也有提到，中文呢可以说是应急储备。比如在投标的时候，我们估计项目要做8个月的时间，人天成本呢大概是800万。那如果我的报价是1000万利润呢200万。等开始实施的时候如果临时要加班，成本呢就会增加。比如呢，加班用了50万，那么总的成本呢就来到850万。而国内一般都是签这个 fixed price 的合同，客户通常不会多付钱，这样呢最后只能挣个150万。所以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导致的这个成本增加，那么呢就一开始就要预留一部分钱作为应急使用，而这些预留的钱呢就是 contingency。 所以呢回到刚才的例子如果我的人天成本是800万的话，我要在这基础上加一部分 contingency， 通常来说呢要加10%，成本呢就来到880万。同样呢我的报价呢就会变成了1080万。如果你想问这个客户会不会买单这多出来的钱呢？事实上呢，这些不会列出来给客户看的。就好像你去星巴克买咖啡，那账单上呢不会写房租多少，店员的这个工资多少，这些成本呢是内部管理用的。当这个项目签下来了，我现在有80万的 contingency， 比如呢我这个项目呢有8个月，那么我的 contingency就要平摊到每个月里边，那每个月呢10万块钱。如果我的第一个月我的工作按计划完成了，那么这10万块钱呢就省下来了。那这10万块钱呢就可以放到后面7个月，作为后面7个月的应急储备。或者呢这多出来的钱呢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比如搞一些 team building。总之呢如果钱省下来了就是赚到了，多赚点钱呢总是好的，总好过呢把成本呢预估800万，到时候呢加班还亏钱。所以呢打单的时候就必须呢把这部分成本放在预算里边。那如果这个月真的发生了额外的超支的费用，可以从 contingency 部分里边呢扣除。那如果这个月的 contingency 用完了，也可以把后面几个月的 contingency 补上前面，那让整体的这个 EAC 在合理的范围里。当然前提是你要对后面的项目能按计划完成呢有信心。那加班呢也只是一种用到 contingency 的情况，还有呢比如临时要增加人手，或者呢要换一个更资深的成本更高的人，或者呢已经完成的工作由于质量问题需要重做，还有呢由于之前这个预测的这个错误实际做的时候发现需要更多的 effort， 那都可能会用到的 contingency。 但是呢 contingency 呢不是乱用的，这个时候呢你要分清楚是不是项目范围里的工作。比如客户说有一些额外的工作要帮客户做，这个时候呢要单独签一个 change request， 单独付钱。另外呢不是有了 contingency 我的项目计划就可以不准确了。contingency 是在严格细致的项目计划和合同的基础上增加的一部分保险。好，总结一下， contingency 是一部分预估的成本用来覆盖额外的目前不能减轻的这种风险。contingency 呢也是包含在财务模型里边的，可以从报表里边呢看到 contingency 用了还是没有用，从而呢分析项目是否发生了额外的工作。所以呢 contingency 也是管理项目很重要的部分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谢谢大家。